炒店熊高菜，不呛不辣不上桌，在脆上面，我想大家常常去滑嘛。对那其中有一个 po 文是非常有趣的，他说很多男生很少说出自己的委屈，请在这里大声说出来。结果非常多的留言。我也去看了，但有一个留言特别有趣，他说滑到这边想说要发泄一下，但打字打着打着就越打越慢，就停下来了。我想了想，还是删掉好了。哇，可以说是所有男生应该都是感同身受，都很有这种感觉。心里面想很多苦想要说出来，但是说到一半就觉得说还是算了，因为讲出来说不定还被骂，讲出来说不定还倒霉，讲出来说不定我罪名又多加2项，或者是被人家视为很脆弱。对，爱计较是传统爱计较教育造成男生有这个顾虑比较多。对啊，对不对就觉得说好像有很多的社会责任，或是你应该就要怎么样才对，是不是那样子的话，就是弱，就是烂，就是逊咖。对，就是 loser， 甚至男生不能掉下男儿泪。对，男生为什么不能哭嘞？奇怪，没出息。对，可是真的把话说出来，哭，我觉得是很有疗愈效果的。是啊，对啊，而且现在很开放，我们其实蛮鼓励你们男生多说一点。真的。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欢迎这3位没出息的男生了。来，让我们欢迎没出息的小钟、小叮咚、连滚带爬，朱雨萌，欢迎以及来聆听的女方哦，来我们欢迎 Dolly， 还有宇柔，以及变年轻的洛丽塔。回春，对啊，电波打了是不是好年轻啊？回春，最近就是打了老师代言的电波，觉得非常有效。真的有效。好啊 ，OK， 我们先来看看第1条，你们要聊些什么哈？你们的新生排行榜。男闺蜜是闺蜜，女性友人就是威胁。这是哪一位要抱怨的？来 ，Sakino。我记得我有一任女朋友，因为她的占有欲比较厉害，所以只要跟这样稍微对到眼的时候，她会注意我在看哪里，甚至有那个保险业务打电话过来是女生，只要电话一响，她就扩音啊，就是要扩音，因为她要听啊是不是女生，她只要听到女生的声音都谁？不是，她就是个业务而已。她说是吗？他是随机打的，这么随机就可以打给你吗？你肯定没有留电话给人家吗？谁会留？我就问谁会留，然后他说这样不行，你得把它封锁。好了，封锁之后，然后他就开始检查你的手机，但凡是叫什么，只要有带什么婷啊、芳啊、慧啊女生的字，对他都会打回去。打回去给别人，他好勤劳哦，一个一个都。可是那些都是我阿姨啊，对，我真的阿姨，他说真的是阿姨吗？不信打，结果是真的是阿姨，说好，那是阿姨那就好。然后他说，可是从明天开始，我不想要看到任何有女生的名字。哇，好了，那怎么办？改啊。你把你的电话簿改，把他们名字都改成男生的名字，对，全改了，很累。所以我汽车业务，他叫林美芳，然后改名叫林阿雄。这样更可疑，叫阿龙，糟糕了，有没有叫阿雄？这是骗女生看到阿雄、阿龙这种名字，他会更怀疑。取一个正常的业务。可是我们表面上还是要做给他看。那你如果不做的话，那更惨。他说：“怎么样？我的话都是没有在听，是不是？”然后可是这样，可是他可以去同学会哦，有男有女哦，这种他 OK。然后可是我们这种若是要去参加同学会的话，对，谁要去？这样，我已经5年没有参加同学会，没有朋友啊。然后甚至是家族吃饭啊，或者是跟他的朋友吃饭，他都得要安排座位。就是我的座位永远都是对到都是长辈，都是男性。我的眼神都不会对到你。他好仔细哦，太严格了啦。你有值得这么被他爱吗？真的，可能就是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之前记录很糟吗？对啊，你有什么前科啊？会不会？我完全就没有前科啊，对不对？她的男闺蜜就可以这样，然后她只要是她可以有男闺蜜，对，电话那一头，其实我也有听到是男生。我说那个男生是，他说关你什么事啊？双标，就变成关你
你什因为么事了？他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应该反过来说，那你也不能这样子啊，这样才公平嘛。公平嘛那为什么他要这样盯你，你不能这样盯他？就是不公平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一次要委屈啊一直讲出来委屈就讲对啊，甚至我也认识一个女生，她对不对就每次也是跟一个男生出去，她说认识很久，他是她的大人哥。问题你是我女朋友，然后跟他出去喝酒，跟他去看演唱会，软男呐，啊，我也不能你没跟别空啊，你我有不能陪我啊。哎，这样我有空的时候对，他也要找他，因为他觉得他比较有趣，还有人比你有趣吗？真的。怎么还是你可能魔术都没有换新的？你不要这样讲，我最近改跳舞，改跳舞，对啊，对啊，所以客家我觉得马丁女生真的会有双标， Go 她会觉得说 Go，哎，我跟你讲，我绝对不可能乱七八糟。对她在我们在她的眼中就是一个字，脏。对，他就觉得我们脏，就是就觉得我们随时随地会招蜂引蝶。没错他觉得他出去，他说：“哎，你干嘛？你看我出去都是行得正，绝对不会乱七八糟的。” OK。那我觉得这样公平吗？我完全不公平啊！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面可能会想说，我心里面那把尺是他自己很清楚的抓得很准，对，啊，他都不会乱来。但我就不确定哦，你有可能会迷失哦，你有可能会被诱惑哦。对，真的你们小头会控制大头，啊我们女生没有这个问题，你们的是不是啊？我最受不了就是刚刚说到的双标。我跟你讲，双重标准真的是，我真的是很生气。因为像我之前有一个对象，她是女朋友嘛，像是我的大学同学，她是之前现役的啦啦队，然后她就是邀请我去参加看她的球赛。因为看球赛的话，你看他在台下表演，对他要求我们几个同学去看，合情合理吧？对那他在下面表演，他在前面表演这是一个多温馨、多正常的交流。那因为他带我们去看的是那种总决赛的场次，所以其实位置非常好。那位置名额是有限的嘛？那他邀请我，当然觉得很谢谢他，但是他只能给我一个位置，跟我和其他同学一起，那不能惜办。那当时我就回去跟我的那个女朋友讲说，对，那一场球赛我会自己去哦。听到变脸哦，他说我会自己去。对，我说我只能自己去。他说为什么你只能自己去？球赛不是应该跟女朋友一起看吗？我说没有，因为那个球赛同学给的票像是一个同学会一样。他说，朱雨萌，你看着我啊，你有没有过人家？这么直接，不然干嘛给你？对啊，我说不能因为别人好看，就是觉得我跟他一定有什么。天哪！然后你还他就是那种觉得别人更好看，他刚才就是那一种说我的 IG 里面一定不要有太多漂亮的女生的，他还叫我封锁我那大学同学哦，你知道多尴尬吗？天哪，你们是同学，我们是同学，然后他们邀请我去球赛那么久的朋友，我还那时候还是听他话，就是后面看完球赛还封锁那个同学，然后真疯了哦！同学会超尴尬，他还问说你干嘛？你干嘛封锁我？对啊，我女朋友，我说我按错，我说按错，只能说按错。对，然后就超尴尬的。但重点是呢，他双标他自己，他跟他的男闺蜜，又可以。比如说他有一次，他的男闺蜜就是从那种什么美国回来去留学回来，有没有？他说他难得回来一次，什么？对，他妈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但是各位，我刚刚有说了，我最讨厌别人双标的原因是因为我是牡羊座，我是将心比心那一种。对就是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她跟她男闺蜜回来，她说他们要去喝咖啡，我就随口问一句，我就说，你们要去单独吗？是两个人一起吗？她连解释都没解释，她直接闭冰呢，她直接爆掉，她说，我真的觉得你很幼稚就是很没有度量，就是我们的男闺蜜通常是姐妹，真的，通常是姐妹通常我跟你讲，没那么多姐妹，没有那么多姐妹很多姐妹，真的很没那么多。葵花宝典还要担心他们喜欢你们嘞。好，你双标就算了，你还这么的双标。像我看球赛，刚刚说了，我的女生朋友是在下面，离我这么远。对，很远的地方。你跟你的男闺蜜，我管他是 gay 还是双性恋还是直男，你们俩这么近在聊天，我连他人都不认识，你也不多报备一点，你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都没有关系。好双标哎！对，怎么会这样？我还有一个，了我还听说过有一个女生也是一样，就是管她男朋友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去看女生跳舞什么的，看啦啦队，然后在那边滑啦啦队，不行。对啊，为什么不行？就会生气，然后自己跟那个他自己的好朋友，然后一起去泰国去看那个什么男生什么全部脱光光，男模秀打鼓的啦，然后在那边讲好开心哦，哇，那个泰国男生哇好，跟我的手臂一样哎，我们还这样比腕力耶，真的，这样讲得很开心，但是男生却连滑个啦啦队都不行，不行。那为什么现在以前酒店很多嘛？为什么现在男模会馆这么多？哎呦，这个事情就已经证明啦，你就是说你们也要玩呐，那为什么我们这样你就是这样双标？凭什么你们可以玩，我们不能玩啊？对啊，你看，女生才可以。凭什么我们交
朋友就脏，对不对？没有，对啊因为我你们抱怨这么多羽绒，你觉得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说男生还是女生的朋友，而是分寸的问题。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分寸的问题很重要。像我觉得女生通常比较能够把持住一段，就是他那个不要越界。即便是今天有好看的男生或鲜肉或什么，女生比较不会主动去攻击。哦，你去南博会馆看一下，攻击的凶。你去泰国看一下，无差别攻击，你也打过鼓是？你拿过鼓棒对不对？哇，你看笑得多开心。他拿过鼓棒啊，不是，可是因为男生的攻击性会比较主动一点，所以在跟女生相处下，女生当然会比较担心男生会不会越过那一条线。我今天要讲的例子比较特别一点，是男生对男生的朋友，我觉得这就是分寸的问题。因为像前一阵子我就有一个新闻很莫名其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老公的友人去爆料，说我老公就是想离婚，因为我让他压力很大，不让他。我看到，不让他放松、喝酒、出去玩、跟朋友聚会。哇！然后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解释一下，你的身份转变啦，你已经不是一个单身可以每天吃喝玩乐的身份了，而且你有一个小孩，就是论责任，你是不是应该就是要对小孩负责？你要育婴，然后你要分担家里的事情，你有多余的时间，你才可以去释放压力嘛。那主要小孩的照顾人是我都还没有跟你喊我要出去玩，你却一个礼拜要一直这样跟这些人跑出去，我就说，然后你的朋友还去爆料。说因为老婆不让他出去喝酒，我说这个新闻出来，其实对你是伤害，对我没有因为其实我老公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因为他是一个职业球员嘛，对。那这个新闻出来对他是不好的就是人家以后球团看到他会觉得他没有责任感，球迷看到他会觉得你这个男生怎么会这样？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在讲的是一个分寸的问题。比如说女生，说真的，我老公有一次也是这样，我看到他手机里面跟女生的对话，就那边早安按爱心图片什么的，我说这是谁？他说我不认识的。不认识你跟他，我说不认识你回干嘛？不认识干嘛早安？不认识干嘛回？他就说没有，我只是想看他要干嘛。你不觉得这个回应就很奇怪？我跟你讲，我完全没有生气，而我给他的反应是，我说你就继续跟这种不知道是谁的人联络啊，反正现在诈骗这么多，你早晚有一天会被爆出来。他才吓到，有时候他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对。所以我觉得男生很常不是被迷惑啦，就是被骗啦，就是有时候又为了那个男生义气的面子啦，保护一下这个女生，载一下这个女生不会怎么样。但你不知道这个女生对你有没有攻击性啊？是真的，说不定你到最后还被他。你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个意思，但是人家就这样一步一步设局，联络，装可怜，觉得他好需要保护，就出事啦。对，人家是有。其实我们女生有时候会想要查，就是真的很怕你们受骗。女生知道自己可以坏到什么程度，对，所以她才要保护你们。不是坏到，我们也知道男闺蜜可以坏到什么程度。真的，男生我觉得她是姐妹，不是姐妹，她是打鼓兄。对呀，比如说他讲那个论点，刚好我也觉得说是因为男生结婚之后确实要对家里要有一点重心，可是不能因为整个这样子，他没有他的社交了，对啊，变得我自己没有自己了，笼困在所以说这个东西他讲我说我不是完全赞同，因为我还是要跟我的朋友 social 啊，比如说我还是要跟潘若迪去骑个脚踏车，或者是跟玉林哥他们男生讲一些那种垃圾话，喝酒啊，没不让他出去啊，是出去了以后抱怨啊，是出去吗？而且你要有什么压力？家里的房贷是我在付，生活开销是我付，育儿是我付，比较特别，就是都是我，你要有什么压力？你只是想玩呢？因为我觉得男人基本上我要能够出去玩，我要能够当大男人，就是你的生活的所有都是我负责。你想买包包买，你想买车买，没错，你要当只有才有资格当大男人。所以说你那个没有资格当大男人，是因为刚才你讲的所有东西都是你在负责。对啊，我凭什么大男人？其实我在家里就要把家里打扫干净，小孩子喂奶喂，做好家庭主妇的责任，能屈能伸才是真正的男人。来，张老师，我要跟雨柔说一句话：当什么都是你扛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安心的当小孩子。对呀，你没有让他当个丈夫，对呀，他没有实感。你要叫他扛一下啊！而且他居然是他在外面发泄的时候就说好想就是，因为他很生气，他很生气说我没有讲过这些话，但是因为新闻写出来，连时间、地点、人发生什么事都讲得清清楚楚，我就说那就是有，这摆在事实摆眼前，
前，我说你不要当记者都仙姑好不好？哎，我说这么详细的东西一定就是有发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要赶快离开这些朋友，他就看清了，或者是你赶快离开老公。对。哎呦，还要再离开一次？没有啦，哇，他就知道，想都没想过，但是也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他才意识到说，哦，朋友不能乱交，话不能乱说，对，真的是。好，来看第二条。第二条有什么嘞？男人的心声，你的泪是泪，我的泪是抱怨。好，小东哥又双标。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切身之痛啊！我曾经就是教过一个空姐。空姐大家都觉得她很棒的一个职业，大家很羡慕嘛。其实我跟你讲，空姐你教空姐是最累的，因为空姐永远在调时差，对，身体很累。然后你永远要去接受空姐。接送他，因为他说有时候半夜回来，有时候干嘛的，其实可以空投啊。如果差不多到就空投，跟伞兵，这是伞兵，女伞兵不一样，他跟空姐不一样。对，然后呢，空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没错。然后每次跟我抱怨，他说很累或干嘛的，可是他就一直对我很凶这样。可是我说这些东西你很累，但是这些东西我也没办法帮你解决。也是，我也只能尽量安慰你，尽量跟你说，说你这真的很辛苦了或干嘛的。他就觉得我很不体贴或干嘛。可是问题就是他累可以，我们要安抚他，我们要体贴他干嘛？但我们累不行。譬如说我们上完通告，有一阵子通告完很多通告，回到家说，我说前几场表现不是很好。他说，对啊，你就不做功课啊，梗都很老啊，难笑。讲这样，他怎么没有稍微安慰你一下？没有这么直接吗？他那么真心。我跟你讲，他就很像空姐里面的那种，就是那个他们座舱长一样哦，就是对你很严格那一种，你知道吗？我觉得跟他交往压力超大的，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不单单没有得到情绪价值，我不单单没有得到安慰，还得到你反而来让我更累。对，那不是让我心更累。那比如说你那么累，我们还可以体贴你或去接送你或干嘛或什么的话，但你有买笑话大全给我背吗？可是他的想法可能就是你上节目就只是出一张嘴，你可以累到哪里？只聊聊天。他的意思是这样，我们还有应该是案例吧，单独案例吧，因为空姐真的是异乎寻常的累。一般的女生累也没累到这种程度。对啊，空姐是真的很累啊。而且我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变成是有时候男生有点双标的部分，因为像女生，我们很常会讲说，男生都不给我们情绪价值，然后对方就会讲说，不是啊，你现在遇到问题了，你只想要被安慰，可是你没有想要解决。因为很多男生是女生抱怨以后，他就会跟你讲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解决方案。男生的脑子，理工男。可是刚刚的状况就是，你讲说表现不好，你当时的女友就立刻说，因为你不好笑，给你解决方案，然后你就觉得没有情绪价值，反过来了，对，反过来了。我只能说，这种时候你们就是双标。不是，我只能说，他的方式比较偏向酸民。我跟你讲，我只能说，有时候你不能说真话。哇，草率了吧？你竟然说出来？对呀。有些真话不能说，有时候真话不能说，有时候安慰的话说一下就好。感情为什么？譬如说，跟雨柔讲，这样感情能够长长久久是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有时候你要放个楼梯。给他台阶下，台阶下一下嘛，这感情要这样子，你才可以走得长久。永远说得理不饶人，女生就会这样，得理不饶人，对，会咄咄逼人。就是真的是他只要他有道理，哇，我跟你讲，就是我就欢呢，抓着不放，就抓着不放，死咬不放，然后咬住你这一点，哇，把你嘎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男人觉得很委屈，也觉得很累的地方。因为你要改啊，你没有改，我们才有理由一直说啊。你要变得更好笑啊，小钟哥。有啊，我网络上的笑话都已经背完了，又没有出新的。有，我那边有一本新的。借我，还不错，蛮厚的那本。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条。第3条，来，请看，我没有冷战，只是需要想想。这个其实你教过空姐对不对？我教过啊，我的老婆是护理师，所以她的也到底有什么好比啊？护理师也要轮班，你不要突然 keep 不了啦！你讲那个共同点是有时差，对，讲职业伤害，职业伤害，职业怎么这样子啊？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女生内建的无理取闹的？我们都不讲话，好像是我直接就批判你们了。
你们就 keep 对不对？看，泌乳素，泌乳素，你们不委屈吗？好委屈，这一点真的委屈了。空姐、护理师跟空姐，就是你们就要攻击了，太情绪化了，你们太情绪了。他们工作就是护理师，对啊，护理师跟空姐夜班、日班啊，大夜班啊，消防员啊，合理。你们那个 app 一开始，你有要讲故事吗？你不讲，我们要直接骂了。你看，这个时候我就要想办法把这个 app 给关掉啊。哦，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开车，然后我想说，体恤一下老婆，就是老婆，你这开车然后去找客户其实蛮累的，那我今天来当司机。哦，好，那就开，然后开，然后他就因为下一个客户的，因为我们上一个客户因为有拖到时间，然后下一个客户可能要赶一点，他说老公待会要稍微要再赶一下哦。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路该怎么走，因为要切到巷子里面。他说老公你待会那边左转，左转，然后他比右边了。哦，他比右边，然后我当下已经快到那个路口，我说左转还右转，左转，我就右转了啊！对，因为你看他手，对，我就右转了。然后我一右转之后，然后因为在仁爱路那边，其实它是单行道，所以你没有机会回转，你是要动。他说你为什么要右转？哇，他就开始。啪，那个 app 开始，因为要绕就要迟到，要绕很久，然后好不容易到，我说老婆你赶快上去，你就先不要念嘛，你就先等他上去，然后搞一下，然后下来一上来关门，哇，关好大力用甩门，生气了，你知道吗？光是这2分钟。那个北北的，然后就破口大骂我们这不准时啊，我们这个不专业啊，讲好的时间你们都没有到啊。然后我因为要换这个鼻胃管，我已经挨饿了4个小时啊，你们这样再给我 delay，然后这样一直在骂我，他说就是因为你转错那个弯。害他迟到，害那个北北骂鼻胃管那个，对，4个小时，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北北他是从前天的凌晨，他就自己把它拔掉，然后所以他一直忍耐到早上，我是辛苦啊，然后我只不过是转错了一个弯，然后我心里想说你骂那么多，林啊骂的那个阿北死了是不是啊？没有，可是他还在，可是我没讲出来，我忍住了，所以这个。真的不能怪你真的完全不能怪，因为是他自己出了问题。对啊，对，而且重点是你还那么辛苦把他载到，他不单说老公辛苦了，他反而还加倍责怪你。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女生真的很糟糕，因为他挨骂，那个挨骂的过程你没有体会到。所以我吞了嘛，然后我心想，但是问题你想一下，问题今天如果他今天是坐车，是坐到一个 Uber 的那个车，他就不会这样去考。Uber 的就可以刻那个给他评分客诉啊，给低分。今天如果他不要指路或干嘛的话，是我们自己开错的话，我们全部自己担。问题是你指错路啊，你也有犯错，对呀，你也有犯错。如果今天是我自己给搞说，你不要烦了，我来，这条路可能比较近，那我来，你尽量骂我，因为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对啊，他已经 keyboard 卖了，你还跟他讲道理？我没有讲，所以我没有小钟就会完蛋。我讲道理就会完蛋。难怪你到现在单身。我会跟他讲道理，你要加油啊，小钟哥！不要这样讲，我会跟他分手。所以当下你要跟他分手。直接离婚，原地离婚。3个都没有说，我就是那个阿北喂。所以当下我就吞了，然后可是我得想办法把这个无理取闹的 app 关掉，对不对？然后那时候也快接近中午了吧，看到前面有那个德莱素，我就开过去，好吃的，一直念，然后一直到那个窗户打开，先生你好，请问要点什么？他说玉米浓汤1杯，然后我想说一下气氛，用吃的至少可以把你的嘴巴堵住，对，这应该可以。好了，他就点餐，再加个大亨堡，然后他点餐完之后，他就看着我，你不点啊？我说就你吃就好了。你这样不行。他说你有情绪，他已经给你台阶下了，那你不点这个其实就是一起下了也好嘛。对啊，这个最糟糕了。开出去，我们准备要去下一个点了，他还在一边吃薯条一边念，然后我到最后我真的受不了，我潜台词得讲出来，我说要不我们调监控来看好了。怎么样？你当下是跟我讲左转还是右转？行车记录器，记录器。他说你真的要为了左转右转离婚吗？对啊，所以女生，我跟你讲，所以女生其实她很清楚她做错了，就是要自己也知道嘛。然后我就说老婆，那没事了，就这样。对，对，我当下就把那个 app 关掉。
夫妻之间就是要各退一步。所以说，其实他们各有做到好的地方，也有做到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是那个女的其实知道自己错了，所以她玉米浓汤按你不点的时候，就是希望跟你那种感觉就是要和好说，那我晚上吃什么，然后你就来了一句说我不饿，对啊，随便感觉还是生气呀，再3天的，就要再3天了。可是我口气没有那么差，说我不饿，你吃，一样意思，你就跟你唱的也一样一样的。Sakino 我觉得做得很好啦，已经做得很好，至少情绪稳定嘛，对啊，你有转移焦点，起码有吞下来。但是我也要讲说，因为他正在工作中。那他在工作上面有一点委屈了，那毕竟跟你是一起的，所以他也是另外一种发泄嘛，所以那我男生就是要扛一下，对啊，这个有时候看，我觉得我们的委屈点是看，我们又开车送你了。对，其实我们比你还着急，走错路我们比你还着急。你一般女人说啊，那没关系，就是我们就尽量改就好。体谅一下，其实体谅一下，应该是互相的。后面就不用再补枪说哦，你车开那么多年还有办法迷路，这一句话就会又过来啊。因为其实重点是那个我又上来了，一直念。男生的委屈那样，有时候旅行我们好不容易做了个功课，找到一个要去哪里玩，很棒的拉面店，我们带你去，而且是人气拉面店，先定位或干嘛的。对，而且重点是他转了很多车，他说他最后还没到之前，已经快到了嘛，他说最好吃一点哦。对，超气的，超气的。不是最近有发生，是不是？没吃过怎么知道？最好是好吃，最好是好吃。他就是说哇，我要坐那么远去吃一碗拉面，他就觉得问题是我们真的是这家，我们是用心准备的，好不容易进去一吃，没什么表情，我知道细啊。因为很咸，一边吃一边说你是要我去洗肾，是不是？类似这样子的话，就是这样，就变成说你一片好心的话，譬如说好的女生哦，也会体谅一下，说那起码我们不是每个女生都这样啊，跟他分手了。好，接下来我们要看最后一条啊，再来一条。嘿，谁说男生都一定要？一定都怎样怎样？一定都怎样怎样？一定都要怎样怎样怎样？来 ，Sakino， 来。谁说男生都一定要不怕鬼这件事情？啊，对啊，你怕？对啊，你怕？怕？谁不怕鬼？他每天照镜子说，黑鬼，把你镜子都拆掉了吧？就是男生他为什么是都一定是他不能怕鬼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们要躲在你后面啊。不是，那你们也不要那个。你们也不能怕啊！一起怕，对啊，讲故事讲嘴软，就像谁不怕？我记得前2年吧，然后我跟我们一家4口去泰国玩，然后就办自助嘛，办自助，然后所以有时候晚餐都要自理。然后我记得就是那一天好像第3天我们在帕塔亚，然后帕塔亚，然后我老婆说，老公，我们去。看一下外面的有没有什么泰国人那种小吃，那种街边的那种道地路边的小吃，去那种小巷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现在想说，8点的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基本上都没什么人了。对哦，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们住的那个饭店其实也蛮偏僻的，然后出来它其实也就是没有出来，外面右转就有一家 7。它的那个路灯大概50公尺才会有一个的，所以你在怕了，因为开始没有灯了，不止鬼啊，说怕当地的一些坏人啥的。对啊，龙妈婆怕他们，他会有宰鬼，太够贵了，有太够贵了，就变很暗，你会怕，很暗。然后我们本来是很大条的一条路，然后慢慢走，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我就回头看我老婆说：“老婆，要不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回头去 7 买？”她说：“不行，就是一定要去找。你们看那边有一间灭亮的灯。”然后我说：“要不你走前面好了。”我老婆说：“你们3个大男生，你们不走前面，你们要走哪里？”3个男生，你们3个人，而且男生阳气重，而且有3个男生还敢叫老婆，男生超没水准。去泰国的前一天，我们还复习了吓死鬼的那个对啊，很可怕，泰国的电影然后我们开始就有阴影的，就是爸，这个好像那个场景毛毛的，那场景很像，然后会怕，然后我们就3个男生手勾手，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时不时回头就是看一下，就是看一下我老婆，我老婆就躲在我们这3角形的中间这样，然后我儿子是全程闭着眼睛，然后好不容易走到那边哦，哇，他那个灯真的是忽暗忽明，对，像电影那样，对，然后它就是一个杂货店啊，然后过去呢，我们也是买了泡面回来。
啊，那我们是不是在 7 那边买泡面，我们就买就好了，我们就都不用怕鬼了，对不对？然后而且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国中毕业旅行，不是都会进什么鬼屋什么之类的，或冒险，对，啊，女生在男生走这边夜游，哇塞，我前面被吓1、2次之后，我烦了，第3次那个女生，我就把她往前推，你个是啊！这样怎么还有老婆？不是很让人怀疑。你都已经要去玩鬼屋了，结果你没有遇到鬼，那你是不是可惜？然后你值回票价，然后结果他遇到游戏体验，垂降下来的那个工作人员下来，哇，他整个吓死了，哇，他回到学校告密，我被记一个大过，因为玩鬼屋。然后我被记一个大过，你把女同学，理由是因为把女同学，因为我也怕鬼啊，我也要把她往前推啊。可是你怕鬼很不合理呀，你不能怕鬼，男生为什么不能怕鬼嘛？你说嘛？他的意思就是说，男生为什么一定要胆子就要大了？而且我必须讲哦，如果今天有女生约你去鬼屋玩，某一方面来说，女生是对你有意思，想要给你机会，结果你自己展示一下推走了，没有那个谁想入地狱谁自己去哦，我是没有说，是真的没有那种谁入地狱哦，他是真的很怕，所以他约会不能带女生。你是没有约到雨柔这一款的，一定走在前面，而且我休假不见你更害怕。但我发现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啊，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对于男生的那种刻板印象，像以前父系社会是越来越减弱，以前会觉得说爸爸好勇敢，好不怕痛，好保护我们，但现在的男生勇敢的是妈妈。可是我发现现在的男生是，我觉得像我老公，他就是我觉得男生怎么可以这么不勇敢跟怕痛？他是已经夸张到一个什么程度？一开始我们交往的时候，因为我老公很爱漂亮，他就是那种长一个痘痘或什么，他叫我帮他清的时候，我只是碰到，我都还没挤哦，好痛哦，他就会这样。我想说，我都还没有挤耶，我只是碰到脸上，他说痛，而且他真的痛到眼角泛泪。我想说，有这么夸张吗？这么痛吗？我还怀疑，因为我老公190，又是运动员，对，每天在场上跟人家发生碰撞，时不时回家就是 OK。然后我就说，那这个你都不痛吗？很痛啊！你看我这个手黑成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讲他多么不舒服，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大娃娃。我之前男朋友也这样，他也是。100应该186吧，然后超壮，然后很大一只，然后孬到不行。结果他有一次就看到蟑螂，我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怕蟑螂，你知道吗？那你知道他有一次就看到一只蟑螂，然后他去洗澡，然后就冲出来跟我说有蟑螂，我说好，那你去打啊，然后好，他说好，然后他就冲到那个最前面去拿了一个拖鞋，他就叫我陪他，我说 OK， 然后他就说那你看这拖鞋的尺寸 O 不 OK？ 好，我就拿着拖鞋我走进去，你知道他怎样吗？他把我锁在厕所，他就把我直接关门，然后锁进去。哇！他把拖鞋，行为是一样的，值得被记过。他用骗的把我骗到厕所，然后把门锁起来，锁起来，叫你处理那只蟑螂。拖鞋，然后跟我说你打好跟我说，然后他就走了。这个一定要分手的吧？就是你会很傻眼，男生怎么会那么好男生一起推出去？因为有的是旧有的观念，就是觉得男人这方面应该就要比较强。对，其实现在世代已经不一样了。对，女生现在其实也是蛮强的，我觉得。对啊，所以说你不能以同样的去标准。而且女生强，不能再怕鬼了。你不是说单单以这个电波拉皮，女生哇不用麻药都打的都可以，我们打一下烧起来。对，就是每个人的痛点不一样。对，是女生会比较不怕痛，200发就好，女生1000发，私力打，是不是男人打？不是，可是科学上面是讲是男生比女生的确不耐痛，耐痛程度比较低，女生比较耐痛，所以男生以后喊痛的时候，女生要多包容啊，因为我们真的还比较不耐痛，真的好可爱哦。事实上是这样子啊。来，最后一条，好，最后一条，我们来看看，我其实很好哄，但你从不夸我。哎呀，其实多说，男生反而会多做，对不对？对，而且其实男生你只要稍微夸他一下，他其实命都可以给你了。真的，就好像我曾经也是交过一个女朋友，来我家嘛，你命有给他吗？我命其实我命是他的。哎呦，小东哥有9条吧？夸张。对，我就给了9个。对，然后呢，因为他很喜欢吃火锅，我知道，
所以说我就他到我家之后，我说我去买火锅，他说哇好，他觉得很体贴嘛。然后我那天很冷，而且还是下大雨，但是我觉得他很喜欢吃那个火锅，还是要就愿意好体贴哦，骑摩托车去买。所以我买回来开始要吃火锅之后，他一看哇完了，他最喜欢吃的那个鱼饺。没有买到，没有买，所以说尴尬了你都买你自己喜欢吃的哦，我的鱼饺你怎么没有买？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哇哩嘞，这么冷，然后下着大雨，我骑摩托车，然后去买火锅回来给你吃，只是我说那下次再补鱼饺2份给你好不好？不行，我今天就是要吃到鱼饺。哇，天哪！然后就哭，他就哭了，他觉得你不爱他。你这时候应该就是靠你的最厉害的笑话来安慰他。鱼饺是公的还是母的？是公的还是母的？是母的。为什么？因为它包皮啊，公的。不是，鱼饺是公的也是母的。你这样因为它有包皮，也有鲍鱼。对，两个都对，两个都对。然后呢，他应该不会开，你女朋友一定不会开心，应该会更生气，应该会更生气。所以说我那时候压力大到，我就说好，鱼还是湿的，我身体才刚换了一套，又再换了衣服，又再特别去买鱼饺回来，才平息了这个事情。哇，这不行哎！因为就是因为跟鱼饺要跟你大吵，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觉得男生真的很委屈，因为有时候很冷，就想说火锅已经在那边，就大家将就一点，就吃一下。而且这个他的回应会影响你下一次不想要再对他做这些温暖的事情。对，我前面的付出，我觉得以后还是做了也是白做，不然我下次又做，然后又有一个小疏忽的话，又要被你嫌。对，挨骂。一进刷打开香菜呢？对，哎呀，我觉得你们到底交到什么样的女朋友啊？我真的觉得我从来不会这样子做，因为我觉得这是做人基本的礼貌，就是别人对你付出了什么，你要硬硬的感恩，然后会知道回应。比方说，我可能露营，我有一阵子露营就都露到天亮，然后我们可能在2-3天才能卸一个妆，才能洗个澡，然后我就回家，我就在半夜哦，我就拍一个说我真的好累，然后我的那个素颜的照片，我就说我真的好累，我现在真的想睡在摄影棚，我现在不想回去。你知道他怎么回我吗？他直接把我照片截图，然后拿那个红色的荧光笔，然后圈起来说这里，那这个不行，这边有痘痘，然后黑眼圈，他把我当画笔在圈哎，我只要他跟我说你辛苦了，或者说你现在熬夜很累什么，没有，他就这样把它圈起来。好像我会做的事哦，这个超白目，超白目的。我是请他注意肤况，什么玩笑？你需要什么帮忙吗？你这边痘痘了，需要。你这个情绪价值0分呢。就是我回到家，我就真的跟他吵翻了嘛。但是我觉得他很棒，是他隔天用行动来安慰我。哦，他隔天拿了一罐东西，然后放在我床头前。是不是要解决问题吗？对，跟我男生不要只是痘痘的。对，他拿了一罐，而且重点是他是大直男，就他完全不会搞这些东西。他为你去想，对啊，就他可能有去问他朋友，把我那个画笔，然后那个叉叉的部分，然后可能截图给他朋友说这怎么搞，怎么处理？对了啦，真的就好了，真的就好了。然后我今天还有带来好事，对，虽然他变前男友，但是这一罐没有变前产品，就我用到现在，真的很好用，很厉害，推荐给你们。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就是我这阵子我压力又很大，然后痘痘又开始爆出来，然后忙东忙西嘛，开店又干嘛的，然后你看最近肤况，我现在已经素颜的状况，然后那时候就拿了这一罐在我的床头边，我想说这什么，我根本没有看过，就是他带给你。对，然后其实它是，你知道它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是韩国的艾草修复前导液，它是标榜就是镇定，可以保湿肤况，然后可以稳定你的现在的状况，因为它是。油水分离，你看到它这是上面，对，但是你知道它厉害一点就是它是精华液跟化妆水合一，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前导精华，就是刚好如果你早上起来痘痘啊，或者是你晚上回去没有卸妆，要稳定肤况的时候湿敷它，而且我还会把它混在我的粉底液里面，所以我就带这罐出门，我可以全部贴妆，化妆的时候超贴，好，现在测给大家看。那是电笔吗？还是？不是，测试哦，湿度看一下，水是38%，油是49%，所以现在要湿敷了。对，我现在就把它摇一摇。好，我要考大家一题，就想到修复，你们会找什么？积雪草。对，但你知道它强的点是什么？它强的点是它是四季艾草，四季艾草是比积雪草的修复力强4倍。这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然后可以保持镇定啊，然后修复肌肤的屏障。我现在就先
稍微的湿敷给你们看，我就只是涂上去擦而已哦。对啊，涂上去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好很重点，它气好亮，它看起来很清爽，你有没有觉得？它有的涂上去会很油腻，它是感觉是清爽的，有油在里面。对，它的味道怎么样？其实很多很油，但就是会很难吸收。但它好想知道味道什么。对啊，3秒很舒服。可以靠近你闻一下吗？你闻不了了，这样太变态了吧？更强的点是它里面有一个叫 NMN。你知道这是什么成分吗？抗老，你很需要。要，对，都需要。现在最红的一个，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抗老的精华，抗老的产品。对，然后它里面最强的是还有一个东西叫伊克多因，这个东西在沙漠或是冰川，就超级冷或超级热的地方，它都可以活下来的一个微生物。所以你就知道它保湿能力有多强，它的修护能力有多强。那这个我们需要哎，有时候常常去那个很干的，得说是日本就很干呐。对，你就可以敷这个，对不对？我家口说无凭，我们要测给大家看。哦，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等。哇，厉害了！来看一下差异，变成59啦，厉害吧？好厉害哦！才几秒钟而已，你就知道你平常如果很急很忙的人，你就带这一罐出门，真的当前导液的话，然后或者是混在粉底里面，超级保湿。所以就是在这个洗脸之后，然后就把它敷上去，对吗？对，或是你泛红啊什么，只要能修复的，它的效果都很。它很适合加导入仪啊，就是你可以这样当那个戒指去做导入。对，反正我现在就是，那它已经变前男友，这个没有变前产品，就是我用到现在，我还在用，就是瓶瓶罐罐大家都很多嘛，然后高单价破万的，但我觉得我是用到现在哦，我觉得它真的是我用过最好用的前导液，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当你的第一层，帮助后续所有的保养品的吸收，或是你放在粉底液里面加强保湿跟镇定。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太棒了！想要知道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上11点热炒店的这个粉丝专页查看相关的资讯。太棒了！我马上就要一瓶，谢谢你的分享。刚刚萝莉塔好像对男生的发言是有什么意见的？真的，我其实觉得很多男生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都会省略非常多前面的事情，直接跳到后面，然后前面重点都没有讲。比如说像我有一任男朋友，他呢平常真的对我很好，但是后来被我抓到偷吃，只要吵架之后，他就开始想说，我平常对你那么好。我出去都有帮你付钱，也有接受你，你要因为我偷吃就否定这所有的好吗？不是重点是因为你偷吃吧？但他就会省略前面，然后接下来就出去跟其他朋友抱怨说，不是啊，女生就这样啊，对他很好都没有用，你犯一个小错，他就抓着你这点不放啊。问题在这个小错不是小错，这是大错。对，男生就是会放错重点，而且女生犯错这就没道德。对，而且重点是你们很爱在吵架的时候把战场往外拉，比如说假设今天手机被抓到说啊，我跟女生我按了一个那个大奶妹的赞，被女生看到了，然后女生问你说你为什么按这个大奶妹的赞，你们就会说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你在哪里看到？你为什么偷看？不是重点，你干嘛就是应该先道歉吧？放错重点，对，你们就是会重点放错。对啊，我好奇，你怎么会知道？对啊，那你怎么知道？你有小账，你怎么会知道？这不是重点吧？重点是你怎么可以按呢？不能按大奶妹，而且男生大奶妹到底做错了什么？多少男生被抓包？多少男生被抓包以后都会说好，那我以后会改，只有改的是手机密码，根本就没有改。然后再来，要不然就是说我按错。对，我发现男生哦，其实女生都有夸奖，可是男生的耳朵都有耳包。对，男生的包皮不是只有下面，耳朵也都有。我们只想听，很长。比如说像我，其实我就很常把请、谢谢、对不起挂在嘴上的人，可是问题就在于。这件事情哦，通常平常跟我先生讲，或者跟我第一任男友讲，他们都是会当做耳边风。什么？但是你只要生气的时候讲他一句，他就立刻把这一句记到那个刻到他的墓碑上面。其实我觉得这一句要改，我这一句我觉得男生是哦，夸你们100句你们都不记得，但讲你们一句你们就记一辈子。我觉得其实男生是这样，是不会，是不会吧？哪有？你们根本不记得。我们不会，你们夸我的我都录起来了。小钟哥，搞不好你省略很多。那个女生她在你那个没有买鱼饺，她前面有说啊，真的很辛苦哎，谢谢你出去买那么多东西，然后外面风雨这么大，好累。前提都是有吗？他有跟你讲，可是没有鱼饺，你就只听到没有鱼饺。鱼饺，我的鱼饺，你买这些废物回来干嘛？你
喜欢吃的。糟糕了，丑一是不是？你知道吗？我也平常是个老师，我真心觉得真的就是沟通不良，而且你已经在交往了，交往就是2个人的事，你真的要将心比心。哎，要不然你想做自己啊，只为自己好，那你就单身就好。对，真的，对，这句话对，单身你最能做自己。对，没错，会管理，没错，很有道理耶。对啊，因为有时候一直我们嫌别人怎么样，可是你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彼此之间难免就是有摩擦，就是要互相磨合啦。互相给台阶下很重要。他有付出，你就忍住自己的气啊，想一想啊，有人帮忙买也不错了。这样很多纠纷就没了。对，因为不可能不受委屈的啦。好啦，但是真的要互相理解才是真正好的事情。男女要常沟通。好了，今天要谢谢大家分享。